忽然，楚风看向小鱼儿，鱼儿，快到了。据我观察，这应该是较为关键的地方，也更加危险。你若坚持不住，便告诉我，我带你离开。闻言，小鱼儿小嘴一撇，大哥哥可别瞧不起人，说不定是你先坚持不住呢。那你就带我离开呗。楚风笑道，没问题。小鱼儿扬起小脸，既俏皮又可爱。楚风与小鱼儿继续向前，走了没多久，海面沸腾，一股更为强烈的杀意竟以有形的姿态出现，宛如飓风瞬息便将二人吞没。一时之间，耳边鬼哭狼嚎、厉鬼、婴儿、猛兽各种刺耳的声音交织在一起，听得人烦躁不已，扰乱心智。同时还有磅礴的戾气接连向他们侵袭，哪怕二人早有准备，可却也是不得不紧闭双眼，调节片刻后才得以适应。再度睁开眼眸，那二人皆是目露意外，有形的杀意不见了，但在他们下方的海平面上竟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圆盘。圆盘之大，宛如一座巨大的广场，漂浮在海面之上。只不过这巨大的圆盘也是通体黑色，不会给人安全感，反而令人不安。相比于海面这已然出现的圆盘，头顶之上的黑色气焰则正在变化。巨大的眼眸正在移动，但也并未彻底消失，而是在楚风与小鱼儿正上方空出了一大片空间。紧接着，在那空出的气焰位置，原本平静的气焰开始剧烈翻腾，竟有磅礴的红色气焰出现。红色气焰出现那一刻，不仅气焰翻腾更为剧烈，整片天地都是风起云涌，原本的海面仿佛苏醒的猛兽，一重重高达千米的巨浪与整片海域肆虐。见此景象，纵使胆大的小鱼儿那抓住楚风的小手也是不由握紧了一些。他们都感受到了极其恐怖的杀意，正是自那红色气焰散发而出，并且越来越强。最终，那红色气焰竟凝聚成一个直径达万米的字杀。杀字成型，那杀意也达到了顶峰。可很快，楚风与小鱼儿皆是双眼睁大，彻底没有了之前的风轻云淡。那红色气焰凝聚的杀字上方出现了更为磅礴的红色气焰，皆是凝聚成了杀字。倘若第一个杀字是士兵，那么此刻虚空的杀字已是组成大军，就学于黑雾之中，虎视眈眈地看着楚风与小鱼儿。很快圆台之上也有几行字迹浮现，大概意思是楚风与小鱼儿只要落在高台之上，虚空之上的杀字也会落下。杀字落下一道，圆台便会下沉一部分，当圆台沉入海底，便可将选择是否接受最终试炼。但他们看得出来，那杀字可不好承受。鱼儿，楚风看向小鱼儿，他有些不放心，不是信不过小鱼儿的能力，而是面对那蕴含浓烈杀意的杀字，纵使是他也没有绝对的信心。此乃冒险之举。可小鱼儿却将另一只手递到楚风面前，旋即又伸出了小拇指。大哥哥，我们拉钩，约定好，我们要保证自己的安全，若承受不住就自己放弃，不要成为对方的负担。但是能够承受的人也要继续坚持，不要因为放弃的人而分心。小鱼儿说话时看着楚风，难得的凝重与认真。楚风沉思片刻，也是伸出手掌勾住了小鱼儿的手指，一言为定。旋即，楚风与小鱼儿一同飞落而下，落在了那圆台之上。二人同时盘膝坐下，捏动法诀，调整自己体内的力量，稳定自己的思绪，以对抗接下来的考验。而他们刚刚做好，天地震荡，轰鸣之音子，虚空响起，一道杀字快速的从天而降，径直的落在了高台之上。杀字落下，对楚风与小鱼儿都造成了一定的灵魂冲击，二人表情都不得同程度的变得扭曲，但好在他们都扛了下来。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当他们落在圆台的那一刻，太古沙海那座石碑上面则是隐隐间浮现出了两个人的名字：楚风、仙海鱼儿。那石碑此时比以往更加清晰，因此哪怕那名字若隐若现，却也被世人看得清清楚楚。莫说其他人，就连相识楚风的人们也是大为震惊，尤其是欧阳天族的人。仙海鱼儿，原来那个姑娘是仙海鱼儿吗？欧阳狂飞看向龙城宇和龙木溪，龙城宇和龙木溪不语，但却也是不由得看向了龙木城。此刻龙木城则是眉头微皱，可欧阳狂飞却是不由大笑起来，哈哈，原来那个姑娘是仙海鱼族的仙海鱼儿啊，我听闻过她，当今修武界第一小美女，也是最强的女天才，难怪她那么强，这样说来败给她也就不丢人了呀。尽管龙城宇和龙木溪没有回答，可他却也确定了仙海鱼儿的身份，毕竟还留在太古沙海的就只有楚风和那个姑娘了，且在他看来，能够让名字浮现的除了楚风也只有那个姑娘。在欧阳狂飞的带动下，欧阳天族许多小辈也是为之欢呼，都在为楚风和小鱼儿感到高兴，毕竟名字都浮现了，便说明快成功了。可龙木城等人却是心情沉重，太古沙海是太古三海中最危险的地方，同时也是最受人关注的地方，很多人都好奇这里蕴藏着什么。现在楚风和仙海鱼儿名字同时出现，就是在告诉世人，楚风和仙海鱼儿即将征服太古沙海，他很怕招来敌人。传令下去，可就在此刻，欧阳天族的护族长老欧阳明长却忽然凝声开口：
将另外8名护族长老叫来，也通知所有族人，无论是何修为，都做好布置天雷大阵的准备。此言一出，欧阳狂飞以及所有欧阳天族族人都是神色大变，一时之间不知这位长老大人意欲何为。但他们知道布置此阵代价极大，而欧阳明长则是看着太古沙海那石碑上的名字，给出了众人答案。听闻楚风树敌众多，而太古沙海的变化也定被各方势力观察。如今其名现于石碑之上，无疑是告知天下，楚风现在于此。若无人来此，便也罢了；若有人来找楚风麻烦，那欠他的恩情便就此还了。此言一出，欧阳天族众人心领神会，竟无一人反对，反而异口同声响彻大殿，遵命。如欧阳明长所言，眼下确实诸多势力都在观察着太古沙海的变化。七界圣府内有着一座观察大阵，可以指向任何区域，从而进行观察。眼下那大阵指向的方位正是太古沙海。阵法高台上站着一群气宇不凡的老者，身份最低的也是圣级长老级别的人物，其中还有七界圣府林氏一脉的林氏之主。如今这些人物与以往相比都更加自信，这都亏了他们的府主界天染。界天染能够帮助苍穹仙宗宗主以及神体天府府主突破到天神，自然不可能忘记自家人。如今他们也都或多或少有了增进。不过眼下所有人都盯着高台中间那面高达1000米的镜子，镜内所映射出的画面乃是太古沙海那座石碑。仙海鱼族果然是在装死，此事当如何处置？不然去看看，顺便将那楚风一起抓回来。几位圣级长老进行商讨，修为增进后的他们还没机会展示实力，早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大展拳脚了。可林氏之主却摇了摇头，先不说是否能抓到楚风，府主可下过命令，他回来之前，无论修武界有怎样的变化与震荡，任何人不得离开七界圣府。闻言，众位长老也是纷纷赞同的表态。虽说想立功，但府主的命令若是违背，那也是重罪。况且只要待在七界圣府之内，至少他们都是绝对安全的。浩瀚修武界一座古老的遗迹之内，诸多古老的阵法皆被破开，延伸至遗迹深处，可见到一个身穿白袍之人，乃是芥木白。芥木白手握一张正在燃烧的符纸，目光空洞且诡异，他盯着的位置乃是不远处的地表，可实际上其目光穿透大地，穿越星空，锁定在了太古沙海。大师，莫非这下面还有宝物？一道身穿金袍的老者自芥木白身后靠近，是那位赵氏仙族的老者赵道斌。太古沙海位置你也看看。芥木白另一只手拿出一张符纸，向身后递了过去。哦，赵道斌并未接过，但其掌心自乾坤带划过，出现一颗金色丹药。丹药捏碎，化作一缕气焰，他闭上双眸，猛然一吸，金色气焰尽数入鼻。当其再度睁开双眼，眼中金光四溢，很快他的目光也穿越无尽星空，直达太古沙海。是那片所谓沙海啊？楚风是那个前些日子击败了狱宗少爷的楚风吗？赵道斌问。除了他，还有哪个楚风能闹出如此大的动静？芥木白道。这座遗迹收获有限，但若还能将那楚风抓到，剥夺出他的脉之本源，那可将是无上的功劳。赵道斌。此刻芥木白掌心符纸燃尽，目光也恢复正常，这才侧目看向赵道斌。怎么想去？大师怎看？赵道斌看向芥木白。若能抓到楚风，你我平分。芥木白此话一出，赵道斌目光微微眯起，不知大师想怎么个平分法？我不要脉之本源，我要王之血脉。芥木白道。闻言，赵道斌面露微笑，成。太古沙海宫殿内，没过多久，欧阳天族便有多位强者来到，他们本来就在附近待命，得知经过后，那些强者便立刻来此，眼下正在各自忙碌着。尽管没有展示修为，可从气场判断，欧阳天族聚集于此的真神巅峰恐便达100名，真神后期强者更达数千名。尤其是其中8位长老，个个气宇不凡，与欧阳长明一样，都是欧阳天族的护族长老。虽未出手，可人们猜测这8位恐与欧阳长明一样，都是天神境强者。这让龙成宇等人更清晰地感受到了欧阳天族的强大。而看到欧阳天族这样认真地为守护楚风而做准备，龙沐橙等人都像是吃得了定心丸一样，踏实了不少。真没想到欧阳天族竟如此重情重义，先前挨的那一拳我便不计较了。龙成宇走到龙沐橙旁边，小声嘀咕道。消息发出去了？龙沐橙问。他害怕图腾龙族那些人看到这里景象会盲目来此支援，但推算时间，图腾龙族族长未必能这么快突破到天神境，没有天神来再多人也没意义。所以龙沐橙不仅给龙溪一族发了消息，叫他们不要来到在此地，也是让龙成宇向图腾龙族传递消息，告诉他们不要来掺和这里的事情。发出去了。龙成宇始终面带笑意，哪怕提及如此严肃的话题，但他依旧心情很好。欧阳天族展现的实力越强大，对他们来说越安心。他就不信欧阳天族这么强大的家族守护下，还有人能够对楚风造成威胁。
太古沙海深处，浪潮依旧汹涌，但却有一个深邃的海中空洞，直通海底深处，看不到底。那是黑色圆台下沉之处，伴随着沙子不断落下，黑色圆台也是不断下沉。但下沉之后的位置并不会被海水吞噬，反而会形成一条深邃的空洞，像是一座巨大的深井一般。沙子虽然会不断落下，但却也不会太过频繁，中间的间隔像是在给予楚风和小鱼儿调整时间。圆台上，二人依旧盘膝而坐，楚风看向小鱼儿，鱼儿感觉如何？随着时间推移，楚风自己已逐渐适应了这种感觉。虽然每当沙子落下，那种恐怖的侵袭之力依旧凶猛，但楚风很快就能调整好，以最佳状态等待下一轮沙子落下。但他注意到，随着时间流逝，小鱼儿的状况则就没有他这样好。小鱼儿的脸色有着难以掩饰的苍白，双眸也不如之前那般明亮，尤其每次沙子散去，他的呼吸都会异常急促，需要好一会才能调整好，并且这种状况越发明显。还坚持得住？大哥哥不要担心我，若是坚持不住了，我就离开。小鱼儿道，切记不要勉强，只是试炼而已，鬼知道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好处。楚风劝道，好啦好啦，鱼儿懂的。鱼儿笑容灿烂依旧。楚风二人专注承受那杀意，根本不知道石碑上会出现他们的名字，因为他们从始至终都没有经受过那种询问姓名或者书写姓名的环节。